大家好，我是献爱琴的肯江老师。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玄黄古筝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的一个视频。这个以前也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过，一直要给大家录一个玄黄古筝的这个装琴弦琴弦的释放张力、筝码的摆放，还有这个咱们换琴弦的时候这个弦头怎么压。那一直呢忙也没有录制。那今年呢，玄黄呢又推出了一些这个艺术家的系列，艺术家联名的系列啊。这里边呢有玄黄找的这个传统的大漆师傅，还有呢漆画师傅啊，油画的、国画的、这个工笔画的。那还有呢，我手里这台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学院派的现代的年轻的大漆师傅。咱们大漆的话，大漆漆画也好，咱们可能很多人了解的应该知道有蛋壳的、螺钿的和大漆结合的这种工艺啊。图形呢可能也比较传统。那像这款琴呢，它是咱们一个中央美院毕业的大漆的一个老师，他现在呢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他做的应该属于，我觉得应该属于新派的吧，现代的就年轻一代的这个大漆漆画工艺的一个传承人做的这台琴。那通过这台琴的安装调试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玄黄古筝的一个整体安装琴弦的一个过程，还有安装好以后就一个音色啊。我自己呢不是特别擅长弹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拨动着试试它的一个音啊。另外呢，在玄黄的这个工艺上，我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一会儿呢，我们先看一下玄黄的两个系列的工艺是怎么回事啊。通过这个视频镜头，我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完了以后呢，我再去安装这台琴，然后装码、调试音，然后琴弦释放张力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啊。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如果想自己的琴的音准稳定一点，你们也可以试一试哈。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干活。那我现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玄黄哈，可能了解的小伙伴都知道的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通过照片啊，咱们感受不到它和其他的一些琴的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哈。首先，咱们的这个玄黄的面板，不管它是 L 系列还是 U 系列，可能大家第一感觉会觉得这个面板纹理好看，这个纹理是我喜欢的那个纹理。其实玄黄选的时候，可能纹理应该放在第二位，它可能更多的看的它是面板的密度。如果手里有玄黄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但是没有见过玄黄的筝友们，如果有机会在展会啊，或者是在实体店看到玄黄筝，您可以上手这么摸一下，就是纹理越多的地方，您上手摸一下。它是相对咱们触感是比较丝滑的，它不会有这个坑坑洼洼的地方啊。咱们有的花面板的桐木呢，它在烙制过程中，因为像这种纹理的地方过软，木质过软，就会有这种沟壑的那种感觉。玄黄它更关注的是这个面板整体的一个密度啊，所以它会选这个生长周期更长，或者相对在寒冷地区生长的这个桐木啊。所以呢，咱们在
触碰玄黄古筝的面板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它是丝滑跟平整的，虽然是有花纹，但是是非常平整的哈。另外呢，它的这个乐山前后的乐山都是榫卯的，它可以从这个边上有一个专用工具可以把它取下来。那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它是因为这个琴的寿命很长。如果咱们前期会影响到琴本质使用的硬伤常出现的就是咱们的竹条磕碰也好，因为磕碰也好，或者是其他原因，这个弦槽太深换这个竹条的过程很费劲。还有呢，就是乐山因为是硬木的嘛，如果说变形了也影响到琴的这个音色。因为琴弦老化，我们可以去换一套琴弦，码子有问题开裂了变形了丢了，我们都可以买到所以乐山呢，如果它是死的就很难解决就跟重新做一台琴一样。它是榫卯的，这个工艺呢其实从我们那个唐筝延续下来的一个工艺还有呢，玄黄的这个咱们看到的硬木的部分，它只有2种木不管是 L 系列还是 U 系列，只有2种木头，一个呢是雪檀的，一个是黑檀，然后是无漆，它就是用木蜡油手工抛光以后上了木蜡油，然后这边的弦槽呢是下沉式的，然后做了一个这个铜的弦眼儿。那我们打开盒盖呢，因为玄黄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它是一个6棱的弦轴，跟咱们其他品牌或者常规古筝的4棱弦轴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也是一个专属的一个扳手。因为是金属扳手，怕这个大家调完音把扳手往这里放，它磕到木头，在下边呢做了这个人造革的一个贴皮为了软的保护下边的木头它们是一个专用的一个金属扳手。我一会儿呢装琴弦的时候，大家可以再仔细的去看。另外，它的这个盒盖的这些部分都是原木打磨出来的，不是，这也是没有油漆盒盖的这个缝隙，盒盖里边也是黑檀原木，没有上漆，就是上了一遍木蜡油。这个盒盖的这个闭合程度也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一个严谨的一个手工艺活那这台琴呢，如果说它不是艺术家系列的话，可能也有这种素面的，也有大漆的还有积木画的。这个呢是咱们的学院派现代的一个漆画的一个专业老师亲手做的一个琴。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更玄黄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 L 系列的话 ，L 系列呢，它里边是一个三角雕刻的这个三角雕刻呢，对面板的，咱们不关注纹路是整体的这个面板的密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是很近距离很近很密雕刻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它的玄黄所有琴的底板呢都是顺直的，哪怕它要是做拼的底板也要做成顺直的，这也跟我们唐筝的这个制作工艺是一样的。那 U 系列呢是 U 型槽，可能对于这个了解古筝或者接触过蛙筝的人一说 U 型槽和三角雕可能一下子就知道，但是对于刚接触古筝正在做功课的呢，可能不一定很了解那这种三角雕刻呢，有这个是单三角雕，还有双三角雕，一会儿我给大家展示双三角雕，还有三角雕同事们叫三眼皮那还有呢再复杂的，其实它已经不是为音色服务了，这个可能是这个有点炫技或者是艺术性为了艺术做的这个就是在下边雕刻一些很漂亮的图形，它已经不是为音色服务了，音色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往上走，那咱们只能去因人而异，就是有的人说这个我很喜欢，有的人说你喜欢的我不喜欢，就是一个东西做到极致，音色极致以后很难再去评说
哎，哪个人说的就是最好的音色啊？这个很难评。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 U 型的。我今天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玄黄的，它不同的时期，代工的出口的琴啊。这个呢是给这个小日子的小学做的代工的一个小琴啊。那它呢就属于是，咱们从这里边可以看到，它呢就属于是 U 型调的，就是 U 型直线调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呢，其实在这个是玄黄原来做的唐筝啊，它是双三角调。我想把它切开了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这个琴的这个桐木呢，是用的汇金地区的叫汇金桐啊，开会的会，天津的津，汇金桐木，它的密度会更大。那这个呢，就是咱们的榫卯的月山的开好的槽。从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看到，它是双层的三角调。还有3层的三角调啊，单层、双层、3层。咱们现在在玄黄上常见的还是单层会多一些啊，双层或者3层的话，如果说保持这种密度，可能对这个面板密度的要求会更高。那我们呢，下一步开始装琴弦啊，挂琴弦。挂琴弦调试啊，挂完琴弦以后怎么释放琴弦的张力，我再给大家展示啊。